我死在了我最爱他的那年。裴宪为了哄他的白月光，把我关在地下室整整1天1夜。后来电线短路，大火烧了起来，我被闷死在了里面。濒死前的最后一眼，我看到一个少年，他举着板凳，疯狂地砸开门锁，冲到我的身旁。大火烧焦了他的衣服，可他全然不顾。是谁呢？我记不起来了，我只知道最后我是死在他的怀里的。死后，我的灵魂还缠绕在少年的身旁。火越烧越旺，可他紧紧地抱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不禁推搡着他的身体，朝他咆哮：快跑啊！你要在这里等死吗？可我也知道，他根本听不到我一个鬼魂的叫喊。直到消防车轰隆隆地开了进来，他被10几个消防员一起7手8脚地扛了出去。于是我终于离开了这间该死的地下室。外面阳光晴朗，是个好天气呀。我看到了裴宪，他在别墅外面紧张地不停走动。抓到一个人就问：地下室的女孩就出来了吗？哦，他还不知道我死了。你看，我喜欢了10年的这个男生，就算我被大火吞噬，他也不敢冲进来救我的命呢。我的尸体依然被少年抱在怀里，他谁都没看，径直走到了一辆黑色汽车旁，拉开车门，把我放在了副驾驶，甚至还贴心地给我这具尸体系上了安全带。然后汽车猛地驶了出去，离开了别墅区。少年带着死去的女孩落荒而逃，像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。我们离开了城市，外面的风景渐渐变成了田野、村落，然后是沙滩。他来到了大海，荒无人烟的未开发的海滩。最后汽车停下，他把我抱下车，慢慢向海水深处走去，渐渐和我一起沉入水底。他说：江河，我是林州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会是要表白吧？表白，表白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竟站在高中的教室里，周围是17、18岁的同班同学们。一个女生推了我一把：江河，你手里捏的那是不是情书？一张干巴巴的信纸在我手里被揉搓变形，信封封面写着几个工整的字：裴宪收。我穿越回到了高中时给裴宪表白的那一天。现在是周5的下午，临近放学，还有5分钟，裴宪就会走进教室。我把这张情书在众目睽睽下递到他的手里。他那时说什么来着？哦，他说：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不是的，我摇摇头，你们搞错了。这时候裴宪从教室门外走了进来，有人朝他喊：裴宪，江河有事情找你。一股看热闹的语气。我把信纸从中间撕开，撕成2半，冷静地说：没事情，大家在开玩笑。说完，我就把撕碎的信纸扔进了垃圾桶。裴宪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，没说话，回到了座位。周围凑热闹的围观群众发出无聊的哀叹声。哎，我还以为有一场好戏呢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我在自己的座位上翻书，就快放学了，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收拾书包。可我总隐隐约约记得还有一件事情，也许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所以就这样被我隐藏在了记忆的长河里。直到班主任走了进来，我猛地回过神来，是他。同学们看到班主任进来，立刻一阵骚动，小声抱怨道：哇，都几点了，要放学了哎。班主任眉头皱着，我们学校是私立中学，应该算是贵族精英教育，这里面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，很多他管起来也难。班主任冲外面招招手：你进来吧。他从教室门外走了进来。林州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转校生，高3从别的城市转到了我们学校。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书包也是用就开线的那种，和班里其他人奢侈浮华的风格截然不同。也大概是因为这种原因，他很少和人说话，甚至时常被孤立，总是自己坐在最后一排，拿着练习册做题。可他的成绩极好，名列前茅，从来掉不出年级前3，尤其是理综，几乎次次满分。林州冲下面弯了弯腰，自我介绍：我叫林州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舟，从旁边的渠城转学到了这里。班主任点点头，他指着后排的一个座位说：你去那里坐吧。于是林州背着书包，一步一步穿过整间教室，坐在了我后面。他慢慢掏出了课本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，有些局促不安，也有些懵懂。不过还好，17岁，我们都还来得及，还有机会重新开始。班主任走后，班里面又喧闹了起来，大家都回过头，好奇地打量着林州。班里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傅盛走过来，问他：渠城？是旁边的煤炭城市，我家跟那里也有生意，你爸叫什么？搞不好我爸妈还认识呢。林州捏着指尖，有些慌张。他嗫嚅着：我爸不做生意，他只是，不会是矿井下挖煤的吧？傅盛接住他的话，笑起来。这里很多人10几岁就学会了捧高踩低，嫌贫爱富，很多人觉得这边有趣，凑过来看。于是傅盛更得意了，拿起林州的书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还真的有一股霉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令人恶心的嘲笑声。
我受不了了，站起来，拿起水杯里的水泼在他的头上。你鼻子是狗鼻子吗，傅同学？傅盛被我泼了一身水，恼羞成怒地看我。他挽起袖子，气势汹汹地瞪我。江河，找死！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死过。也许高中时期的江河是害羞又内敛的，但活了28年的江河不是。我笑，对呀，找死。结果并没有打起来。裴宪走了过来，他皱着眉看我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回家了。裴宪是班长，他们裴家又是整个南城最有权势的，傅盛当然不会和他过不去。可我看到他，却只能想起冲天的大火，被烟生生呛死，可真难受啊。我说，以后我们就不一起回去了吧，放学后我要留下来做题准备高考。裴宪哼了一声，奇怪地看我，江河，你是抽哪门子风？抽不想再见到你的风。我指了指教室大门，能别打扰我学习了吗？班长，隔壁班班花何诗梦还站在门口等你呢。我和裴宪、何诗梦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我们3个的父母在生意上有往来，生活上也常常走动。我以前总以为裴宪对我很好，他会叫我小何妹妹，其实他果然也只是把我当作妹妹看。他喜欢的一直是何诗梦。何诗梦站在门口朝我们招手，裴哥，你和江河说什么呢？你俩走不走了？裴宪又看了我一眼，拿食指敲了敲我的桌子，物理实在学不会，周末我可以给你补一下。然后拿起书包朝何诗梦走去。最后教室只剩下了我和林州2个人。教室的挂钟响起滴滴答答的声音，身后是林州的钢笔在演草纸上书写的沙沙声。我对他的印象永远都是认认真真的学霸样子。可是林州，我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子？我转过身，手扶在椅子后背，仔细打量他。他的眉眼与嘴角渐渐与那个在火海中抱住我的男人融为一体。他说，江河，我是林州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大概是我看得太专注了，林州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。他抬起头，奇怪地看着我，拿起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小心翼翼地问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忙说没有没有。真尴尬呀。为了打破这种局促的氛围，我随手从桌洞里面掏出一套物理练习题，翻到其中1页，放到林州面前。你能帮我讲讲这道题吗？看到题目，林州的状态一下子轻松了下来。他一眼扫过去，说，这题其实不是很难，简单题我也不会啊。我的物理超级差，每次考试都严重拉后腿的那一种。他拿出演草纸，刷刷写出2道公式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再这样，然后问我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发出哦的一声长音。他笑了笑，说，要不我帮你打基础吧。林州大概也从我迷茫的眼神中发现了我的真实水平。他合起练习册，拿出课本，翻到开始，轻轻地说，我们从第1章慢慢来。我觉得林州的辅导水平比我死板教条的高中物理老师好，也远远比裴宪好。没错，上一辈子我一直跟在裴宪的身后，拿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错题去烦他。裴宪，帮我看看动能定理好吗？裴宪，为什么我数学大题最后一道永远不会？裴宪，好烦啊。也不怪他总是冷冷地瞥我一眼，你是笨蛋吗，江河？什么都不会。直到学校保安处过来敲门，气势汹汹地站在教室门口，朝我和林州喊，你们2个同学大晚上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还不回家？要我给家长打电话吗？我和林州才发现已经快要8点了，学校也要锁门了。于是赶紧收拾书包，一边道歉一边往外跑，一直跑到学校大门口，一辆轿车低低地摁着喇叭停在我的身旁。司机把车窗玻璃降下去，叫我小何，是我们家的司机张叔。他看我这么晚还没回家，所以特地开车来接我。快点上车，你妈还在家等你吃饭呢。张叔瞪了我一眼，语气也不是很好。我赶紧拉开车门，又回头看了一眼林州。林州，这么晚了，用不用我们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我家很远的，在西郊，不顺路。他又露出了那种局促的表情和略显生硬的笑。再说这点还有公交车，很方便的。林州冲我招招手，往公交站跑去。西郊很远的，公交车要1个多小时。我只去过1次，那里还没完全开发，到处都是老楼、平房，垃圾也是堆在地上。我冲他喊，林州。他回过头来，我问他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路灯下，他的脸轻轻泛红。我说，我叫江河，生姜的姜，禾苗的禾。你要记住啊。我虽然穿越了，但高中的文化课知识是一点没和我一起穿越，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。再加上我原本就是一个智商平平的中游学生，于是只好趁着周末趴在书桌上翻看高中课本，上面几乎每一行都记满了笔记。我不聪明，但我一直都挺努力的。就在我苦思冥想知识点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竟然是何诗梦。
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图书馆自习室，几本书，桌子上2杯奶茶。他一个难受的表情。小何，裴哥大周末的过来上自习，我又不是文化课考生，无聊死了。你过来吗？何诗梦是舞蹈生。裴宪也真行，以前也没觉得他脑回路这么不一般，约会约到图书馆去。我简单回了2个字，不去。他也不再回了。我继续看书，看着看着，脑子就像一团浆糊似的缠了起来。真怀念林州那天下午给我讲题，多清楚啊！我打开手机，从班级群文件里下载了刚刚更新的通讯录，找出了林州的手机号，拨了过去。他很快接通。我说：林同学。江河。他犹豫地问。我笑起来，我在做题，就想起你来了，没有打扰你吧？我们说起很多，说起班里面哪几个老师最严厉，哪几个有点势利眼，还有一些流传了800年但林州从来没听过的校园奇谈和八卦故事。他不停地附和我，偶尔和我一起夸张地感叹2声，极大地满足了我喜欢讲故事的表达欲。这个少年真的很温柔啊，可我为什么会想不起来我以前究竟是和他在哪个地方产生了交集呢？一直聊了好一会，我们才挂掉电话。我顺手点开朋友圈翻了翻，发现裴宪竟然破天荒地发了一条动态，今天复习了部分物理知识点，还是挺有收获的。图片是物理练习册的一角，一堆点赞，还有好多同学留言。班长带带我呀，物理真的难死了。挖槽，学神怎么认真起来了？裴宪，你再收获你就要考到200分了，拜托你不要再学了。林州转学到我们班之前，裴宪的成绩一直是我们班的第1，超出第2好几十分那种。直到林州过来，他的地位才开始被动摇。2个人的考试分数不相上下，测验上第1、第2也是互相轮流着拿到。其他同学总是希望看到2大考神激烈竞争、剑拔弩张的场面，但很可惜，我印象中裴宪和林州说过的话可能不超过10句，2个人实在算不上熟，打扰了林州那么久，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。于是我晚上就去厨房里面翻了一点食材出来，烤了一盒曲奇，准备送给林州当礼物。我以前经常捣鼓这些小玩意，而且还会把自己实验出来的饼干蛋糕拿去给裴宪士吃。不过上一辈子，我有一次去他公司办公室，偶然在他抽屉里看到我送他的饼干，只吃了1块，剩下的连动都没动，有的都发霉了。我才知道他其实并不喜欢我送的这些东西。我妈听到动静，下楼来厨房看我，又在糟蹋粮食。我妈皱着眉头，人裴宪根本就不喜欢吃这个，你换个花样成不成？谁说是送裴宪的？我送新同学。我把曲奇装在盒子里，抬头挺胸，大声回答道：就是硬气。我妈稀奇地看我，啧啧感叹着我赚了性了。第2天课间，我转过身，就把饼干放到了林州的课桌上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眼睛一瞬间亮了起来，惊讶、开心，还有一点不知所措。他说：江河同学，你是第1个给我做饼干吃的人呢，真好，被人认可劳动成果的感觉真好。只是裴宪抱着一摞卷子从老师办公室里出来，他恰好从我们这一排经过，突然顿住了脚步，看了我们一眼，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：你做的饼干啊？这家伙神出鬼没的，把我和林州都吓了一跳。裴宪盯着那盒饼干，半晌奇怪地说：江河，你说过你不会随便送人你自己做的吃的。我挠了挠头，我高中追裴宪的时候好像确实说过。裴宪，除了你，谁都别想吃到我江河亲手做的甜点了。多恋爱脑啊，干嘛要拆穿我？我心虚地低下头，不想理他。裴宪见我不跟他说话，就去和林州聊天去了。听说你物理学得不错，他把卷子放到课桌上，像是随意捡了一个话题，问道。林州摇了摇头，谦虚地回应：没有，就是一般水平。不用这么低调。裴宪从那一摞卷子里面抽出一张，递给林州，98分，很高啊。这是你转学时候做的测验卷吧？我刚刚去办公室拿上一次小考试题，顺便给你拿回来了。我跟着凑过去看，除了最后一道大题扣了1点分数外，剩下的都是满分。裴宪指着那个扣分点说：这是物竞大赛的题目，你再好好琢磨琢磨。上一世，裴宪一直在校外的老师那辅导，为物理竞赛做准备，最后拿到了奖项，高考还得到了加分。他见我听得认真，突地弹了我个脑瓜崩。江河，你听得懂吗？我恼怒地瞪着裴宪，你别太欺负人了，真当我不会进步啊？他笑起来竟然有些温柔了。周末怎么不来图书馆？不是说给你讲题的吗？这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他这样说。可我摇了摇头，我不会的，问林州行了，他就坐我后面。裴宪的神情一僵，他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一眼林州，没说话，冷冷的抱着卷子走了。走出2步，回过头来淡漠地对我说：江河，下周6诗梦的庆功 party， 你总得赏脸去吧。和诗梦的庆祝会改变一切的转折点。诗梦是艺术生，文化课要求不高，
只要一考达县，差不多就能有学上。在上一世，他算是超常发挥，几个不错的舞蹈学校都给他递了橄榄枝，这简直就是一桩大喜事。何诗梦的爸爸在5星级酒店宴了一桌酒席，也特地给他放了2天假，准许他请朋友们在外面闹一闹，前提是不许过夜。也不怪他爸提这种要求，他平常玩得多，3教9流的朋友都有。何诗梦在 KTV 包了一个豪华套房，我当时也去了，既有我们学校的同学，也有他校外艺术班的一些朋友，喧闹躁动，很吵。裴宪和诗梦被围在中间，2个人被起哄着对唱。快要凌晨，我妈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何诗梦刚好在旁边看到了来电显示，她说我妈说她今天去找你妈一块购物，现在应该还在你家打麻将呢。我手机都关机了，你别接电话，她肯定要通过你把我拽回去。无奈我是个乖乖女，最后还是接起来了。果然那一头出现了2个人，我妈还有何诗梦的妈。何诗梦的妈嗓门特别大，你们这边吵死了。诗梦，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还回不回家了？你告诉我你们在哪，我要将家司机过去接你们去。何诗梦瞪着眼睛控诉，妈你烦不烦？我考完试你就让我在外面玩一晚上，我是能缺个胳膊还是少个腿？2个人都是犟脾气，吵了半天，最后何诗梦的妈说，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回家，那下个月零花钱就别想要了。何诗梦可是学校里的小富婆，每个月有5万块的零用，这一句话直接让诗梦闭嘴了。她骂骂咧咧地挂掉电话，宣布自己今晚的逍遥时光彻底结束。后来裴宪把我们送下了楼，陪我们在大堂等张叔开车过来。这段时间何诗梦一句话都没和裴宪说，她有点生气了。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就一直在和裴宪示意，希望他能出来帮着自己说几句话，哪怕只是说阿姨放心，今晚我来照顾诗梦也好。何诗梦的妈妈很喜欢裴宪，甚至有意想要撮合他们2个。要是裴宪出来说话，搞不好真的就同意诗梦的请求了。只是这家伙那天晚上完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面对诗梦的请求无动于衷。结果诗梦这小胳膊根本掰不过他妈的大腿，最后只能和我一块回家。都怪你俩，他一边跺脚一边咬牙切齿，你们2个没一个好东西，真是扫兴。那一天晚上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交警事后鉴定得出结论，是我们家的司机张叔醉酒驾驶，要负全责。我和何诗梦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他受的伤比我要严重，腿部韧带受损，几年内跳不了舞了。何诗梦的妈妈在医院的病床前哭得伤心欲绝，她抓住张叔说一定要让他偿命。张叔后来负了法律责任，也赔了钱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何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车祸，何诗梦会留在国内，我们3个依然会像高中一样相处。几年后，裴宪也许会和诗梦走在一起，我会难过吧？可能，但我大哭一场后，还是会大大方方祝福他们，然后去寻找我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可是这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。何诗梦放弃了舞蹈学院，去国外读了艺术院校。我和裴宪去了同一个城市读大学，偶尔我们会见面。他知道我暗恋他，但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，江河，你觉得你对得起诗梦吗？我们2个都被愧疚感包裹。他会坐飞机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去给诗梦买澳门的杏仁饼寄到国外，也会因为他一句想看演唱会，熬夜订闹钟抢周杰伦的门票，陪他一起去现场。至于每年节日、生日、纪念日的礼物，更是从来不会落下。后来诗梦在国外生活几年后回到国内，裴宪找到了以前的好友，给他办庆祝会，闹到凌晨。何诗梦唱完一首歌，拿着话筒突然对我说，江河，你现在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你妈还会管你晚上回不回家吗？那一刻空气突然死一般的寂静。我知道他其实从来没有原谅过我。裴宪无奈地叫他诗梦。裴哥，你别打断我。诗梦喝了酒，语气也变得蛮横了起来。江河同学不是乖乖女吗？反正你和我们也玩不到一起去，不如把你一个人锁到小房间里面，你会更开心吧。他抱着裴宪的胳膊，声音娇滴滴的。我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想要争辩，却总觉得是自己欠他的似的。裴宪叹了口气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拿出钥匙，和何诗梦一起把我关在了地下室。何诗梦拍了拍地下室的门，笑着喊，江河，等我开完 party 就给你开门。我不知道他的 party 为什么开了那么久，我只知道大火烧了起来。上一辈子的惨案穿越过来后，我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。我知道阻止何诗梦去庆祝自己考试成功几乎不可能，我选择自己不去参加。我不去，司机张叔也就不会开车去接我们。周六晚上，裴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那边很吵。我勉勉强强才听清。我不去，做题。我说随你便。沉默了一瞬，裴宪冷冷地回道，
我挂掉电话，觉得这下子自己这个刻苦用功的书呆子名号算是彻底传播出去了。将近凌晨，我又下去看了一眼，张叔在厨房和以前入伍过的老战友通视频，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吃菜。他看到我招了招手，小何怎么还不睡觉？我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说道，张叔，你年纪大了，以后少喝点酒吧。客厅里几个女人麻将打得不亦乐乎，何诗梦他妈刚胡一把，手气好得很。他看了看表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哎呀，诗梦今天晚上出去玩，也不知道这个点回没回家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结果关机，再打还是打不通。旁边的小姐妹劝他，姐姐该你坐庄了，不会赢了钱就想跑吧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何诗梦他妈也不好继续打电话了，一边洗牌一边笑，瞧你们说的，我还能发赖不成？我躺在卧室的床上，看着挂钟上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外面平平静静的，像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夜晚。我就这样慢慢沉入了睡梦中。第二天，我是被我妈喊醒的，江河，下来吃早饭。才8点钟，我朦朦胧胧地从床头拿出手机，点开朋友圈，开始刷起来。一个同学发了一条动态，校花和学霸般配不？照片是裴宪和何诗梦，两个人都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睡着了。何诗梦的头轻轻歪在裴宪的肩膀上，估计是 party 开得太晚，大家到最后都累了。有人嗅到了八卦的气息，就把他俩拍了照，还特地传到了网上。底下许多调侃的评论，我早就看这两个人不对劲了。我笑顶流组合，看到这张照片，我一下子清醒了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车祸真的没有发生，何诗梦没有离开庆祝会，一切都是好好的。激动的我连忙点了个赞，跟着也评论了一句，这样真好。没一会再点进去刷新，那条动态消失了。裴宪竟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江河，他莫名其妙的来了一句，昨晚上大家闹得太厉害了，我中间去睡了，后面就没跟着玩。哦，和我说这个做什么？他笑了笑，我还以为你会去呢，早知道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我摸了摸鼻子，不知道怎么接话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，我说没事的话，我去吃早饭了呀。他嗯了一声，那明天上学见。虽然朋友圈中的照片被删除了，但绯闻的传播速度可是很快的，尤其是那天去参加诗梦聚会的同学可不少。周一去学校，我都感觉出大家私底下悄悄吃八卦的热闹了。不过我没有参与其中，因为再过几天月考就要出成绩了，这是林州转学过来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。班主任宣布名次的时候，特地搞了一个悬念。这次咱班里面出现了一匹黑马，不错，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。他顿了顿，林州年级第一呀。班里面一下子沸腾了，这可是全班第一的裴宪第一次被人从后面拽了下来。林州就是那个转校生林州，他都不跟我们说话哎。都要高考了，又来一个学霸。虽然我已经知道林州的实力了，但这并不能阻挡我的兴奋。我转过身，激动地伸出魔爪，葫芦林州的头发。林州，你真的好厉害。林州头发被我揉得一团乱，他完全不生气，只是温柔地笑了笑。同桌大概看不过眼了，一肘子戳了过来。江河，小点声吧。他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没看见班长不高兴了吗？我顺着同桌的目光往那边看，裴宪坐在靠墙的位置，回头望着我和林州打闹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目光冰冷，整个人都快冻成一个雕塑了。我顿时一个机灵，感叹自己真是太没同理心了。裴宪好歹当了快3年的年级第一，突然考了第2，换谁都不好受啊。我还在这里笑逐颜开，不是在人伤口上撒盐吗？我咳嗽了2声，低调了一些。半晌，裴宪的目光终于从我这边移开，我赶紧喘了一口大气。得益于林州的辅导，我的成绩也提高了不少。于是我现在每周5放学后会自觉和他一起再上2个小时自习，蹭蹭学霸的辅导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裴宪竟然也留下来了。下课铃一响，何诗梦就跑到我们班门口，裴哥回家了。他和以前一样朝裴宪招手。裴宪没有出去，也没有收拾书包，他在座位那边和何诗梦说，以后你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上一会儿自习再走。这话一出，还没走的同学都回头看。班长，你没必要吧，你都降分录取了还这么认真，真的要卷死我们啊。由于奥赛得奖，裴宪的目标院校直接给他降了60分录取，就算他考试发挥不出自己的水平，也绝对不会调出理想学校的分数线。裴宪没理会他们，等到人都走了，直接抱着书坐到了我的座位旁边。我莫名其妙，裴宪回答的理所应当，你这里靠着林州近，方便我们2个讨论问题。嘿，倒让我无言以对了，我是不是应该让开，给你们2个学霸腾腾地方？没等我说话，裴宪真的拿出一道题和林州交流起来了。林同学，
这题目你有什么简便做法吗？我觉得我考虑的太繁琐了。我一看，刚好是我考试做错的一道题，于是也不想赶裴宪走了，乖乖的在一旁闭了嘴，听两个大神你来我往的讨论学术经验。我一个小虾米坐收渔翁之利，一整个晚自习下来，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脑细胞都要升华了。裴宪和林州的解题思路常常不同，所以两个人一碰撞，往往能带来新的启发。直到快8点了，裴宪拿出书本敲了敲我的头，江河要回家了，我才懵懵懂懂地回过神来。走了。自从我和我妈打过招呼，说自己周5放学后要在学校学艺会后，他就让张书婉2个小时来接我了。林州仍然坚持自己坐公交回去，从来不肯让我送，而这次又加了一个裴宪，他这个豪门富二代，家里竟然也没派车接他。裴宪摸了摸鼻子，恬不知耻地看我，让张叔送我回家吧，以前咱3个放学，家里不都轮流派车来接吗？我给了他一个白眼。裴班长，你就不能和林同学学一学，坐公交回去，为节能减排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吗？裴宪对我的歪理不屑一顾，要不我给你妈打电话，就说你大晚上把我扔在学校门口，不管我死活了。我真的是服了。我们2个坐在后排，张叔在前面安安静静地开车，一时间我竟觉得和裴宪也变得无话可说起来。城市的街景在车窗外倒退，突然裴宪问我，江河，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，你想好考哪了吗？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，也该考虑考虑志愿的事情了。我想去南方，想去看海，可是上一辈子因为裴宪选择了北方的大学，我也巴巴地跟去了北方。倒不是说那个城市不好，只是不适合我。裴宪见我没说话，又轻声说，你想好了要和我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了一个决心一般，看着我，我想和你去一个城市读书。我没反应过来。你要考的大学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？我反问道。顶尖名校，降分录取。更重要的是，那所学校还有裴家许多的人脉资源，裴家的大部分朋友亲属都是那里毕业的，他实在没有理由现在换一个目标院校。他摇摇头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重复，江河，我们以后要在一个城市啊。我对和裴宪在一个城市没有兴趣。晚上我窝在被窝里面给林州发微信，小林同学，你想好考哪个大学了吗？发出去又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意义，按照林州的成绩，想上哪个学校上不去呢？林州很快给我回了，还没想好，你呢？我想去温暖潮湿能看到海水的地方，我边想象边打字。巧了，我也是。这家伙分明是在学我。上一辈子我高中也算是用功，但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能够和裴宪去同一个地方。这一次我想要为自己努力。高3下学期，班里面的气氛渐渐开始严肃了起来，高考的倒计时压在每一个人头上，就连我们这样的私立高中也不能免俗，校长特地搞了一个高考前动员大会，邀请全校成绩优秀的前几名上台发言，演讲自己学习和考试的心得。不出意外的，裴宪和林州作为典型学霸都入选了学生代表。我记得这个动员大会无聊的要死。上一辈子我努力熬到了裴宪出场，听完他字正腔圆的演讲后，剩下几个同学的实在撑不住，最后偷偷溜出大礼堂去操场散步去了。我对林州的演讲一点印象也没有，也许在最后面被我错过了。这样想来还有点可惜，所幸我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次我特地打起12分精神，等着林州出场。然而一直等到裴宪讲完，后面的也出来的差不多了，我仍然没看到林州的身影。刚好学生会这边的组织者经过，我抓住对方的胳膊问道，同学，我们班那个林州怎么没见他上场啊？我也没见到他。那个人皱着眉头，语气不是很好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出场顺序都安排好了，直接给我们打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才惊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猛地起身，从大礼堂跑了出去。他会在哪呢？我拿出手机给林州打电话，和学生会那边说的一样，打了好几个，全部显示无人接听。学校这么大，我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在教学楼之间乱窜，一边继续无用地按着林州的手机号，一边安慰自己，他又不是小学生，肯定没事的。直到跑到了操场那边，一瞬间记忆突然涌入了我的脑海，我想了起来。上一辈子我听完裴宪的演讲后，偷偷从大礼堂溜出来散步，走到体育馆这边，听到了一声声奇怪的喧哗和吵闹。被好奇心驱使着，我走到窗边，看到里面我们班几个同学围住一个少年，不停地对他拳打脚踢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什么。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正义感爆棚，直接推开门，把少年从那些人里面拉了出来。再欺负人就告诉老师了呀！我甚至气势汹汹地留下这么一句话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个人就是林州啊！我撒开脚狂跑，一路奔到体育馆，猛地撞开大门。眼前的情景和上一世一模一样，林州被围在中间，
旁边是我们班的几个小混混，傅盛也在其中。你家不就是个挖煤的吗？学习好就了不起了，还想上台演讲，我偏不让你去。就讨厌你这种自视甚高的好学生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和林州相处久了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他在班里的生存环境比我想象的要恶劣。像我们这种高中，特别喜欢抱团组小群体，而林州本身又性格温和，中途转学过来，家境贫寒的优等生，不属于任何一个集群，所以常常被排挤，甚至遭到霸凌。这个世界的他，还有我这个朋友陪伴，我难以想象上辈子他的生活有多么孤独。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处境，使得他对一丁点的善意格外敏感。可能我只不过是随手把他从傅盛那群人中拉了出来，却可以让他把我记这么久。傅盛这几个富二代，我可不怕，他们看到我把我拦下，江河，你干嘛？英雄救美啊！这和以前的剧情可不一样。尤其是我来的时间可能也不对，动员会结束了，散场的同学往这边走，有一些注意到了这里的动静，推门探头看过来。什么呀？我怎么不记得那次有这么大的排场？傅盛看到有围观群众，更兴奋了。江河，我早就注意到你俩关系不对劲，你说你俩是不是有一腿？今天要是换个普通同学，我也就不那么欺负林州了。可偏偏是你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承认你喜欢他，我就赔礼道歉。我们这个学校就喜欢看八卦。围观同学发出特别整齐的异议声音。那是谁呀？是4班的江河，还有咱年级第一。林州站起来，拽了拽我的手，他脸色苍白。江河，他笑了笑，算了，你别为难。这里这么多同学呢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话虽这么说，但我这个人就受不住激将法。我就喜欢林州，怎么了？我脖子一梗，大声说道：暗恋犯法呀，咱学校哪条校规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了？打直球其实也没这么难嘛。大家估计都没想到我能这么痛痛快快地承认。一瞬间竟然没人说话，连看好戏的叫好声都没有。还是傅盛先结结巴巴地打破沉默：江河，女中豪杰呀！干什么呢？聚众闹事。这时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后面传了过来：这还没高考呢，是一个个想记个处分。人群自觉让开了一条道，过来的人有点眼熟。我想了想，好像是学生会主席。主席指着傅盛和他的作案团伙，语气严厉：都要毕业了，还欺负同校同学，校规读过吗？不知道我们严禁校园霸凌吗？禁止校园霸凌是我们学校校园守则中重要的一条。虽然现实中私底下排挤弱势同学的现象数不胜数，但都没有闹到校方那里去。这次傅盛可是要被抓典型了。主席一个一个指着他们：你还有你，都跟我去教导处。点完名，他回头跟身后的人说：裴宪，那我就先去找老师说了一下情况了，你去不去？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裴宪是和学生会主席一起来的。他刚刚站在阴影里，我都没注意到。裴宪摇了摇头，突然指着林州，让林同学也去吧，他毕竟是当事人，能把事情说清楚。主席点了点头，大手一挥，把人都带走了。傅盛高呼一声：救命，我不要去见教导主任。那可由不得你了。主席拍了拍他的头。围观的一看主角走了，知道好戏结束，于是一哄而散。我本来想和林州一块过去，在办公室外面等他出来，结果刚跟着走了几步路，突然被人抓住了手腕。裴宪看着我，目光沉沉的：江河，你和我过来一趟。我这才发现他的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一般，嘴唇轻轻颤抖着，仿佛在压抑着某种汹涌的情绪。做什么？我小声问。他一把拉住我，不给我拒绝的余地，直接把我推到了一个角落里。裴宪比我高出许多，此时又和我离得极近，压迫感太强。江河，他皱着眉头，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声音：我能理解你今天想要帮助林州，但你完全可以给老师打电话，或者给我打电话，你其实不必用这种方法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他觉得我今天说自己喜欢林州这句话，只是自己乐于助人的权宜之计罢了。我笑起来：裴宪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好心帮助同学，我是真的喜欢林州。听到我这么说，裴宪仿佛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似的，他愣愣的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半晌，他露出痛苦、慌张又有些可怜的表情，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撕成好几片的信纸，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给我看，问我：江河，你骗我对不对？我哪里做错了？你不可能喜欢林州的呀，你如果喜欢林州，又怎么可能给我写这样的信呢？这是我写给裴宪的情书，但已经被我撕毁，扔进垃圾桶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裴宪的手里面。我奇怪地看着他。裴宪扯出一个有些苦涩的笑，毫不犹豫地承认了：没错，我从垃圾桶里又捡了出来。我承认我那时候不确定自己有多么喜欢你，也怕高3恋爱影响学习，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想过，江河，你会喜欢上别人。看到那张情书，我反倒松了一口气。
我对裴宪的暗恋啊，就这样结束，未尝不好呢。我从他手里抢过信纸，把它撕得更碎，然后打开身后的窗户，随手扔出窗外，碎纸随风飘散，再也拼凑不回来了。裴宪脸色一变，急忙跑到窗前，双手捏住窗框，半边身子探到窗外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江河，你……裴宪，从我扔掉情书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应该知道我不喜欢你了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就像你说的，都要高考，都要学习，不是吗？”第二天，我一进教室，就感觉同学们都看着我。正常，我脸不红心不慌，坐在座位上，打开书开始看。只是都已经早自习了，林州怎么还没来？我拍了拍同桌的手，问他：“林州呢？”同桌揶揄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还不知道啊？因为你昨天那么一闹，傅盛被学校抓成了霸凌的典型案例，今天早自习要当众做检讨。林州估计也是这个事，现在在老师那边吧。”我俩正说着，班里面的大喇叭响起来了，教导主任的声音：“这次学校里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欺凌事件，影响很不好，有必要让带头的几个同学做一个深刻检讨。傅盛和他的几个同伙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，完全没有了平日的霸气，一个个闷着声音道歉。班里听着的同学都低着头发笑，我也憋不住，跟着笑出了声。教导主任问林州，他接不接受这些人的道歉？林州轻轻说：“其实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们，完全和自己不是一个等级的人，纵使他们再嚣张，蹦跶的再欢，又怎么样呢？”我禁不住想要在课桌下给他鼓掌了，可下一秒他直接提起我来了：“江河，我总觉得表白的事情应该我来做，我喜欢你。”我愣住了，同桌一口水都喷了出来，瞪大眼睛看我：“行啊，你们两个在咱全校师生面前撒狗粮，后果就是我和林州一人交了一份检讨，但我们两个可以光明长大的在校园里面牵手了。虽然早恋貌似不利于学习，但我的恋人是年级第一呀，这么大的 buff 怎么能不好好利用？”艰涩的理科题目因为有了林州的陪伴和讲解，似乎也变得生动起来。整个高三下学期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难熬。时光飞快地过去，而裴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其实很久没注意到他了。他不再在周五下午留下来上自习，甚至在校园里面遇到我和林州，也会眼睛低下，飞快地走过。似乎他真的在身体力行履行我说过的那几句话，再也不来打扰我了。高考出成绩的那一刻，我正在网吧拉着林州教他怎么清兵线，班群里面突然炸了锅，有人发出一条消息：“救命！高考成绩出来了！”我和林州当场不做人了，直接下线卖队友，拿起手机输入准考证号。我的成绩很快出来了，比我平常水平高出了30-40分，简直超常发挥。我兴奋地大叫，然后侧头去看林州的手机页面，他那边出了一点问题，好像还不小。页面查询上显示0分，我手都抖了，小声问他：“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忘写名字还是准考证涂错号了？”林州摇摇头，手指缓缓地挪向屏幕底下的一行小字：“你的位次已进入全省前50名，具体情况请于近日内查询。”我啊地抱住林州，旁边打游戏的小哥摘下耳机，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：“杀了多少啊？这么兴奋？”我老脸一红，放低声音：“林同学，你要报什么学校？”林州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跟你商量着来。”后来南方那所著名的大学给了林州全额奖学金，并且允许他随意选择专业，我则被旁边的师范学校录取。一切好像都按照预定的路线步入了正轨，只除了裴宪。志愿填报截止的前几天，我突然接到了裴宪父亲的电话：“江河，你能不能帮叔叔个忙，劝劝裴宪，让他按照原来的计划报 A 大。A 大就是当初给裴宪降分录取的目标学校。”我这才知道，裴宪发挥失常，考得不算特别理想，没有达到全国顶尖那几所大学商科的录取线。但要是加上 A 大给他的60分，他还是可以按原本的计划去那里的。说实话，我挺不理解裴父给我打的这个电话的。一是面对这种情况， A 大作为全国的数1数2的顶尖学府，裴宪还犹豫什么？我完全想不明白。二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，又能劝他什么呢？但裴父毕竟是长辈，我很难拒绝他的请求。于是挂掉电话后，我就按下了裴宪的手机，那边响了很久才接起。犹豫了一会，我开口问道：“裴宪，你还没想好要报哪个学校吗？”裴宪的声音有些疲惫：“没有。”一瞬间，我竟然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。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，裴班长？你在想什么呀？你不去 A 大，你去哪？按照你的水平，难道去一个普通的重点大学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话说的重不重，但是有那么一会，裴宪没有回答我。良久，他才慢慢说：“江河，我怕和你离得太远，你会忘记我。江河，我想和你去一个城市读大学。”
原来他真的是这样想的。可是裴宪，没有必要，真的没有必要了。我用冷冰冰的语气说，裴宪，如果你这样做，我会看不起你。你要我们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下去了吗？裴宪去了 A 大，何诗梦文化课顺利过关，被北方同一个城市的舞蹈学院录取。我和林州则考上了南方的大学，一切的结局都很圆满，没有车祸，没有伤痛，也不会有后来的大火。我们3家的关系依然很好，连着在一起吃了几天的升学宴，家长们还说要一块送我们去机场，坐飞机去读书。候机大厅那里，我和林州是一趟班机，裴宪和何诗梦是一趟班机，一个去往南方，一个去往北方。最后在检票口那里告别，我挽着林州的胳膊，把一个背包递给他。何诗梦也想碰触裴宪的手，但他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开了一点距离，显得冷淡又疏离。他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但终究什么也没说。我朝他们挥了挥手，再见了，也许很久很久都不会再见了。